天工开物》中说：“凡末烧烟凝制而为之。”作为中国书法和画作最重要的原料，松烟墨中自然也包含着中国画深浅浓淡和适时留白的哲学。了不起的匠人，我们来看看松烟墨匠人向德胜的故事。并不是说古人做不到东西，我们现在人就做不到。是我们人难道比古人脑袋要笨一点吗？不想把古人好的东西给再传承、再发展、再发扬。他们只是学会了去偷工减料，这叫传承吗？黑白水墨风景，悠久的文脉传习，造就了徽州这方水土上久负盛名的笔墨制作技艺。在电脑普及、书写已成奢侈的今天，制墨的行业规模自然不如当年盛况，尤其是历史最为悠久、墨色更为朴拙的松烟墨。徽州城里的制墨师向德胜说，现在的人已经不懂得它的好处。好多人呢误以为那些墨汁墨水就认为是墨了，其实不是的。因为墨呢，真正好的墨呢，它是用松烟做成的，油烟做成的，这两种就是最好的材料。在距离古徽州城300公里以外的地方，向德胜找到了全国仅存的炼烟基地。1、2、3。在这与世隔绝的大山里，腐烂的百年松根，等待着被发现和一次焚烧后的重生。松烟墨，它就是说用几十年、300年，最好是死去的那个老松树，就是树根带有生油最多的。它通过几十年烟道，然后飘到烟盆里面，烟盆里面烟质量是最好的，它又细腻，又就是说没有任何杂质。一次炼烟至少要持续3天，50公斤松根仅能烧制松烟2到3公斤。只有用这种方式取得的松烟，才能保证制成的墨乌黑内敛，书画时才能呈现出干、湿、浓、淡、枯不同形态的黑色之美。那时候我很小，我经常到我舅舅那个墨厂里去玩，经常是看到他把那个窗门窗帘拉到在里面做事。听我舅舅自己讲，大家都想雕这个墨模，他自己呢就偷偷摸摸的，他就是这样子雕墨模的。年轻的姑娘都一般的都不愿意跟我们接触，那看到我们手都脏兮兮的，但上班那个手就更黑，所以说呢，跟人说话2个手都要插在口袋里，找老婆都很难。那我都要想办法走出这个周末时间去找个干净一点的活做。
一次提早收工，向德胜走到了磨厂2楼，看到雕刻师坐在整洁的房间内，精雕细刻，他便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到2楼去。历史上，一块墨膜是制墨师与画家、雕刻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因为只是制墨过程中的一个工具，很少在市面上流通，所以这一手艺千年来一直隐藏在墨的背后。向德胜是现今为数不多的能够凭一己之力完成的人。朱德家训这个墨膜，那时间长了呢，这不清楚的呢，这包括呢这一行呢，你看看，是那个。年轻时期的向德胜在墨厂雕刻间刻出了最考验刀工的朱子家训。不过半手掌大的木头上，整整刻了524个蝇头小楷，每个字大小不超过2毫米。如今已过去20年，这块仅存的墨膜出现了严重破损。叫我现在这个年龄雕，我真的是因为很难雕起来，因为我的眼睛现在的视力，包括精力，各方面的跟不上。因为搞工艺跟其他的不一样，它不是讲你有多少劲就行了。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，那个模子呢，因为磨成了，现在我都不能忍心再做下去了。我因为那个模子，我想把它分成，把它保护起来。因为儿子嘛，像我外甥这一代人，我准备想等他们成熟了以后，再把它复制一幅，再拿来做。收集的松烟经过细卷，层层筛选，再加入各类配料，方能成墨。胶是制墨中最不可缺的基本原料，它们能够将颗粒状的松烟凝结起来，使墨成为便于研磨的固体。除胶以外，制墨的其他配料各家不同，常常秘而不宣。多年来，向德胜尝试过1000多种配料，每种配料各司其职，或防虫蛀，或加大穿透力，或增加墨的层次。好多人买墨，第一件事就是闻闻看，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墨用了化学香料，包括墨汁也是化学香料，倒下来整个房子香。要把冰片摆进去，不是拿来给人闻香味的，其实主要是防虫防蛀的。你那个墨泥里面打进去以后磨下来，拿来写字绘画，渗透到纸里面，它那个纸就不生虫。青椒10万杵，搅拌均匀后的配料要进行数万次的捶打，才能互相渗透完全，成为细节柔软的墨胚。像我们那个时候年纪小10几岁，但是一拿到7、8斤重的铁锤，一天打到晚。到了第2天、第3天，手泡全部都破了，血都在流，要肿起来了。手拿双筷子或者拿个什么，你手都弯不起来。可是很奇怪，我们的手就不会发炎，因为徽墨里面，它里面有很多中药材，它们都起到清凉消炎解毒的功效的。
修整后的墨顶需要经过长达1年的阴干时间。为了防止翘边，制墨师每一天都要将墨顶翻面。古代家具，那好的越用越深沉，松烟就具备这个特色，它是越挂越深沉，越挂越好看，这就是讲松烟的魅力。用墨汁还是松烟墨画出来的画，要过上几十上百年，才能看出耐久的区别。是对当下，还是对百年的事情负责？这是做墨的生意人与匠人的区别。总有一些人敢对时间做出承诺，就像向德胜期望的100年之后的人，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，能看见100年前的笔墨流传。我回首故地，日月自我之间消落，江海萧瑟，茫茫的天涯，长满了何人的归路。天涯无涯，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。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。当我回首大地，云包自我之间消落，森林消失，茫茫的云海长满了何人的归路。天